嘿，大家早安哦！利用周末时间前往意大利中部历史文化名城佩鲁贾和阿西西，一起和我探索这两座意大利山城吧。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古人。现在是早上的6点半，然后今天我跟我的室友坐大巴去佩鲁贾、阿西西，出发吧。6点都这么多人吗？我的天啊！现在天才刚刚蒙蒙亮，还是这种有点粉蓝色的天空。早上来杯意式浓缩。Signori, siamo in arrivo alla fermata di Perugia。到佩鲁贾了，我不知道为啥刚才从这个车上下来，突然有一种要回家过年的感觉，好奇怪。来意大利读书的同学们想必对佩鲁贾并不陌生。于1921年成立的佩鲁贾外国人大学是很多留学生学习意大利语的第一站。因建在丘陵地带，形成了独特的山城景观。市中心位于山顶，这里保留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。刚才我们坐大巴，它就是盘旋上来的。我们现在差不多是在靠山顶的位置。罗马这边的很多城市都特别喜欢建在山腰到山顶这个位置，而不是建在平原呀，或者是山下。这可能跟他们古代一种防御的功能有关吧。我们现在这个电梯非常的现代，然后突然进入到了一个类似于中世纪一样的地方。我的天啊！突然被震惊到。这一下电梯也不知道这是哪儿，就直接到了一个城堡里面。我跟我室友今天什么攻略都没有做。对，我的天，就直接到博物馆里了，坐着电梯。哇，这是卖纪念品的。其实我感觉意大利这边的小商品还挺有意思的，看着。这边也没有指示牌，就瞎走。我感觉是瞎走。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建筑外边是什么东西，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哪。穿过了一个城堡，山腰城堡，然后又进入到了看起来一个比较现代的商场的感觉。佩鲁贾人真的好少啊！大家看我的后面，噔噔噔噔。佩鲁贾历史悠久，始于伊特鲁斯凯人时代。公元前建立的古代城墙至今依然耸立。公元前4世纪，罗马人占领了这座城邦。此后，随着罗马文明和教皇势力的此消彼长，这座城市在独立和教皇统治之间摇摆不定。直到1540年，教皇出兵镇压佩鲁贾，彻底对这座城市宣示主权。从此，佩鲁贾成为教皇国的一部分。此后，法国人、罗马共和国、奥匈帝国等都曾吞并过佩鲁贾，这也使得佩鲁贾拥有各个时代的历史遗存。好悠闲啊，这个地方是电影中的感觉。它后面有彩色玻璃啊，这个教堂跟之前看过的不太一样啊。哥特式。
佩鲁贾的小伙伴在哪里呢？可以在弹幕上留言吗？因为这边有一个佩鲁贾外国人大学，大家学完意大利语之后，然后再去各个大学，所以说佩鲁贾被称为来意大利留学的第一站。大家看，我后面有一个公元前3世纪的拱门，相当于秦汉的时候，一直保存到了现在。佩鲁贾外国人大学旁边有一条华人街，但是说是华人街，其实就是华人的店比较多而已。真的比罗马的物价便宜好多，你觉得呢？说这么明显，不能这么明显，心里觉得太便宜，不能说的这么明显是吗？这好有过年的感觉。我们那儿过年就做这个，其实2个菜都够了。对，而且到吃完了得了。啊，直接去吗？建筑之间各种连廊呀，魔幻立体交通的感觉。你看，就这种，就随随便便就可以看到。上边相连，然后下边是门洞。欧洲电影中描写欧洲小镇的中世纪的过道有没有？哇，这条往山下走的路好长呀！后边的黄色落叶真的好漂亮，秋天的感觉。这好小的缆车，这个是从山顶市中心通往火车站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乘坐火车去阿西西，得等多久？半小时，3块钱一个人。哇，那好便宜啊！Roma Tiburtina che arriverà a Roma Termini.距离佩鲁贾1个小时不到的火车车程就到了阿西西。哇，果然一出火车站就是这种田园风光的感觉。我跟室友正在等公交车去它的市中心，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圣弗朗西斯科，然后也有翻译是圣方济各，它的诞生地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出发吧。搁这弹一下，我就找个弹。也太安静了。我们先去今天晚上要住的酒店。阿西西是一个建在山上的中世纪城镇，无数虔诚的天主教徒都以去过阿西西为荣。走着走着，已经是这种荒路了。我太讨厌爬坡了，这得有40度了吧？怎么觉得都没有人了？看我爬到后面这个坡。太长了，这边的家庭旅馆还挺多的，大家看两边，很多这样的小房子。哇，这边的吃的很便宜，3欧、4欧、6欧。对，然后上面就是旅馆。刚办理完入住手续，然后接下来房东带我们去住的地方。当当当当，还可以做饭。这边的客房的质量我觉得很高。对，然后它的价格呢又比较的便宜。这个小壁橱看起来也很不错。当当当当，哇哦，非常喜欢这样子木质的调调。对，包括它的整个地板，木地板。好吧，就稍微歇了会儿，跟室友出去转一转。真的好喜欢这个地方，整个就是哥特风。这边火腿上在这火腿。哇，直接用一个猪的标本来做店的门面。哇，这小店真的好精致啊！我好喜欢这边的小瓶瓶罐罐啊！来看一下这个价格，31块5，好轻啊！什么材质的？
好多人从那个教堂里涌出来。今天的天有点阴，有微风，这种感觉就非常的舒服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大教堂。阿西西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是圣弗朗西斯科的安葬之地。这座圣殿始建于1228年，相当于宋朝时期。这座意大利哥特式圣殿更是艺术宝库，里面有乔托大量的湿壁画作品。圣弗朗西斯科出生在阿西西，据说他在出生时，父亲此时在法国经商，母亲为他取名为约翰。然而父亲从法国回来后，因喜欢法国文化而改名为 Francisco 圣弗朗西斯科，意为法国人。他是方济各会，又称小兄弟会的创始人。在他一生的教义中，具有极其强烈的环保色彩。他被视为动物、自然环境、美国圣弗朗西斯科的守护圣人。墙上没有一处是空白的，所有的地方都是被绘画过的。都是圣范吉克的故事。先吃个饭吧。这边真的是转角遇到咖啡店，好漂亮啊！这是一个博物馆。哇哦，钟声！今天晚上呢，我跟室友在这家店吃千层面，就随便找了一个广场上的一家小店吧。哇，来了，这个就是千层面吗？对，我们看着跟汤一样，一层奶酪，一层芝士，一层饼，还有肉末，好吃啊！真的非常的好吃，这里那个披萨好吃，还帕尼尼是更难吃，我就搞不懂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帕尼尼。因为那个简单，买完就走。你不觉得帕尼尼很难吃吗？你看那个图片，但是真的很难吃。意大利千层饼是目前最喜欢的意大利食物之一。本来准备在佩鲁贾吃，比较有名的一个是松露，一个是巧克力，但今天中午呢，悠闲到了什么都忘记吃了。走了。接下来意大利或者是在欧洲留学的小伙伴，千万不要错过阿西西这边，真的能满足你对中世纪的一切想象。就一天的时间，完完全全可以在这边很惬意的兜兜逛逛。这来看还是挺漂亮的。对啊。这是他原来的地基。圣路斐勒主教堂建于12世纪，外立面属于罗马式风格，其中有2只鸟在源头喝水的浮雕。这一意象象征着基督教徒的灵魂在神圣的恩典下饮水。在教堂正门正上方有装饰性的轮状玫瑰花窗，是福音传教士的象征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那今天再去2、3个教堂，然后再在这个小镇逛一逛，下午1、2点，然后我们就回罗马。真的好喜欢意大利的秋天，微风，然后又刮着这样的黄叶，只要不下雨，只要不起雾，就一切 OK， 非常舒服啊。这边周末还有集市啊。你看那天空的云飘得多快。
现在我跟室友走到了一个山间台地，我们要去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教堂，好舒服呀，然后也没有人，然后路两边都长了那种野果子，下山路也太陡了。哇，这是个什么？三达米亚诺，就是圣达米亚诺教堂。哦，这个教堂就是往这边走。大家看我后面这幅画，拼贴画。这现在下来虽然不费力一时爽，这一会儿上来就难了。哇，大家看，这条下坡路上还有一个小镇的感觉，几户人家，真不错呀。这大白鹅好白啊！我们到这个教堂了，因为这个教堂太远离这个小镇的中心了，所以感觉没什么人。逛完了，里面旁边是教堂，然后这边是修道院，算是非常古老的。然后因为它比较远离阿西西的城镇，所以它比较的幽静，在山间台地非常安静的一个教堂，比较孤僻偏僻的一个教堂。我跟室友打算去火车站，然后坐火车我们就回罗马拉。我们这次从山上下来并没有走那种大道，我们走了一条乡间小道，超级美，然后一路都是下坡，可以看到远处的平原，而且这一路上都没有什么人，就过了几辆车。那本次的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啦。如果你想要关注更多欧洲旅行生活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你也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我是古源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